你有没有发现，某一天开始，你突然不想解释自己了？消息来了，你看见了，却不想立刻回。聚会有人叫你，你第一反应不是开心，而是累。朋友圈你懒得发了，群聊你也懒得接了。以前你还会担心别人会不会觉得你冷淡，现在你只是想安静一点，想把门关上，想把手机放远，想从那些热闹里退出来。可退着退着，你又开始怀疑自己，我是不是变孤僻了？我是不是不合群了？我是不是越来越没有人情味儿了？今天我想直接告诉你，你不是坏掉了，你也不是退化了，你只是开始醒了。真正聪明的人不是在消失于世界，他们是在消失于消耗。他们不再把自己交给无效关系，不再把情绪浪费在表面热闹里，不再为了显得正常强迫自己一直出现。你以为这是冷漠，其实这是大脑在自救。你以为这是孤独，其实这是灵魂在清场。因为我们从小就被教过一套很奇怪的标准，外向才是好性格，朋友多才叫有魅力，饭局多才叫会做人，群里活跃才叫合群，一个人待着就像哪里不对。于是你明明已经很累了，还要装作很开心；你明明不想去，还要编一个听起来合理的借口；你明明不想聊，还要回几个表情包；你明明心里很空，却还要在人群里表现得很满。久而久之，你不是没有社交能力，你是被社交表演掏空了。你不是不喜欢人，你只是不喜欢假装喜欢所有人。很多人所谓的成熟，是学会在人群里戴面具，而你现在的成熟，是终于想把面具摘下来。心理学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叫认知负荷。简单说，就是你的大脑每天能处理的信息是有限的，它不是无限电量的机器，它也会发热，也会卡顿，也会想关机。当你进入一场不舒服的社交，你的大脑要同时处理很多事。我要不要笑？我要不要接话？我这句话会不会得罪人？对方是不是在试探我？这个场面我能不能早点离开？你以为你只是坐在那里吃饭，其实你的大脑已经跑了几十个后台程序。所以你回家以后瘫在床上，不是懒，不是矫情，是你的系统真的过载了。尤其是高敏感的人更容易这样，别人听到一句玩笑就过去了，你会反复想很久。别人走进一个热闹场合会觉得兴奋，你却像被强光照着。别人觉得群聊很好玩，你却觉得像几十个声音同时挤进脑子里。这不是脆弱，这是感知太细。就像别人用普通镜头看世界，而你像一台8倍放大的相机，你看得更多，也更容易累。所以你需要独处，不是因为你不行，是因为你需要让大脑重新安静下来。还有一个大脑机制叫默认模式网络，这个词听起来复杂，其实很好懂。它就像你大脑里的内在会议室，当你一个人发呆、散步、洗澡、安静坐着的时候，这个会议室才会打开。它会帮你整理情绪，连接记忆，产生灵感，看清自己真正想要什么。所以你一个人待着，不是在浪费时间，你是在修复自己。你不回消息的那一刻，也许不是冷淡，是你的内在世界正在整理桌面。你减少社交的那一刻，也许不是逃避，是你终于知道什么东西不值得继续占用你的人生。真正聪明的人，第一件事是开始清理噪音。他们不再让所有人的情绪都进门，不再让每一条八卦都占据心情，不再让别人一句评价就改变自己的节奏。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？刷完朋友圈，什么也没得到，却莫名焦虑；听完一场饭局，什么也没学到，却觉得心很累；和某些人聊完天，你不是放松，而是像被抽走了一部分能量。这些都不是小事，你的注意力很贵，你的情绪也很贵。不是所有人都配进入你的内心，不是所有事都值得你回应。聪明人的消失不是断联全世界，是开始筛选入口。第二件事是停止表演。
以前你可能很怕冷场，很怕别人失望，很怕被说不好相处，于是你学会了附和，学会了陪笑，学会了明明不想去也说我看看时间，明明不想聊也说最近太忙。可你越会表演，越容易忘记自己真实的声音。你会慢慢分不清，我是真的想去，还是我怕别人不高兴？我是真的在笑，还是我只是在维持气氛？我是真的喜欢这个圈子，还是我害怕被排除在外？一个人最大的疲惫，不是事情太多，而是一直演一个不完全像自己的人。所以当你开始不装了，当你开始允许自己沉默，允许自己拒绝，允许自己不解释，你不是变差了，你是变真了。第三件事是把能量收回来。这个世界最会偷人的东西不是钱，而是注意力。短视频偷一点，群消息偷一点，饭局偷一点，无意义的争论再偷一点，到最后你明明一天什么都没做，却已经累得没有力气面对真正重要的事。聪明的人开始明白，你的注意力流向哪里，你的人生就会长在哪里。你天天盯着别人的生活，你就会越来越怀疑自己。你天天回应无意义的关系，你就没有力气经营真正重要的人。你天天追着热闹跑，你就听不见内心的声音。所以他们悄悄退出，他们不是不努力，他们是在把力气省下来。读一本书，练一个技能，陪一个重要的人，或者只是睡一个真正安稳的觉。第四件事是重建价值感。很多人活得很累，是因为价值感绑在别人手里。有人点赞，我就开心；有人邀请我，我就觉得自己重要；有人需要我，我就觉得自己有用。可一旦没人找你，你就慌了，你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被忘了，是不是被喜欢了，是不是没有存在感了。但真正稳定的人不靠频繁出现来证明自己，他们知道安静不等于失败，低调不等于无能，少说话不等于没想法。一个人最强大的时刻，不是所有人都看见你，而是没有人看见你时，你仍然知道自己是谁。你不需要把生活摆出来给别人检查，你不需要把情绪交出去等别人审批，你更不需要用热闹来证明自己没有被抛下。第五件事是选择深度连接。消失的人并不是不需要关系，他们只是不要浅关系。他们不想在20个人的饭桌上说一堆空话，却愿意和一个真正懂自己的人聊到深夜。他们不想每天在群里刷存在感，却会认真记得朋友一句没说出口的难过。他们不追求认识很多人，他们更在意有没有一个人能听懂自己。关系不是越多越好，就像房间不是塞满东西才会温暖，真正让人舒服的关系是你不用演，你不用解释太多，你不用把每句话都包装好，你可以沉默，可以慢热，可以不那么热情，对方也知道你不是不在乎，你只是用自己的方式在靠近。第六件事是给神经系统一条活路。现代人太吵了，手机吵，工作吵，关系吵，连休息都很吵。你以为自己在放松，其实只是从一个刺激跳到另一个刺激。你刷手机刷到很晚，大脑没有休息；你和人聊天聊到很累，情绪没有出口。你一直被外界拉着走，身体就会进入一种长期紧绷的状态，像一根一直被拉紧的橡皮筋，表面没断，里面已经快撑不住了。所以你想消失一会儿是很正常的，你想安静一会儿也是很健康的。你不是逃避人生，你是在给自己回血。那你接下来可以怎么做？第一周，不急着改变，只观察每次见完一个人，问自己一句：我是充电了还是耗电了？每次参加完一个局，问自己一句：我更轻松了还是更沉重了？不要急着评判，只记录。你会很快发现，真正消耗你的不是社交本身，而是那些你明明不想要，却一直勉强自己的关系。第二周，做一次温柔减法，取消一个让你不舒服的安排，退出一个你早就不想看的群，关掉一个总让你焦虑的信息源。不用一下子消失，先拿回一点点空间。你会发现，
很多你以为拒绝后会崩塌的关系，其实什么也没有发生。真正尊重你的人，不会因为你少出现一次就否定你。第3周，给自己每天20分钟安静时间，不要刷手机，不要听别人说话，不要急着填满空白。你可以坐着，可以散步，可以喝水，可以看窗外。刚开始你会不习惯，你会想拿起手机，你会觉得无聊，没关系，那不是无聊，那是你的大脑终于从噪音里退出来，正在重新适应安静。第4周，练习一句边界表达。当你不想去的时候，就说今天不去了，我需要一点自己的时间。不要编太复杂的理由，不要过度道歉，不要解释到让自己更累。真正的边界不是攻击别人，是温柔地把自己领回来。从那以后，你可以开始认真选择哪些人值得你靠近，哪些事值得你投入，哪些声音可以进门，哪些情绪应该留在门外。你会慢慢明白，消失不是目的，清醒才是目的。你不是要把世界全部关掉，你只是要把无关紧要的东西关小声一点，让真正重要的声音浮上来。最后，我想对那个越来越安静的你说一句话，你没有越来越糟，你只是越来越不愿意委屈自己了。你没有越来越冷漠，你只是越来越清楚，热闹不等于爱，出现不等于价值，合群不等于幸福。安静不是缺陷，独处不是惩罚，慢慢退场也不代表你输了。有时候，一个人最好的成长，就是从不适合自己的地方悄悄离开，然后在没人打扰的地方，重新长出真正的自己。如果今天这段话说中了你，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最近最想从哪一种消耗里退出？是无效社交，是过度解释，是讨好别人，还是被手机和信息牵着走？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，我也想安静一点，让更多和你一样的人知道，他们并不孤单。别忘了点赞、订阅频道，打开小铃铛。下一期我们继续聊，那些表面安静，内心却很清醒的人，到底是怎样慢慢变强的。